刘子回国了，10年的白月光，他让我陪他出差。蛋哥你好，我出国9年了，我走前在一家外企业实习过半年。他 X 用了个 X 是我当时的小领导，工作中对我很照顾，也有意无意的撩我，但是他也没有主动追我，我就一走了之了。我每次回国必见他，每次见面必上头。我和他暧昧起来，发私密照片什么的都不在话下，还约好了要做一辈子的情人。9年来，他再婚了，有娃了，而我则是在血海沉浮，为了生存而努力。现在工作也稳定了，我开始专注自己。在身高的加持下，我开始变得越来越美了。去年夏天见面，他一直打量我、夸我，然后走的时候抱我，抱着我不肯放手。我又一次心动了。回家的路上就发信息给他 ，I already miss you。他说 Same here。今年我接了内衣模特的兼职，我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他，他很激动。然后我们就约好再见面，我要让他亲眼看。我还说我们平时生活没有交集，我们是没有麻烦和顾虑的情人。这个是白月光啊，这个就是白月光吗？我还以为我一直在等那个白月光出场，他感觉读到这儿发现这个就是白月光是吗？然后呢，上周我回国，我告诉他了，他安排我跟他一起出差，但我想了一下，我有点不敢呢，我就说我有点累，改成约饭了。他特意告诉我，他请了年假，可以出来1整天，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。然后我亲戚找我第2天吃午饭，我就发短信问他能不能改天，因为我知道他要出差，所以就说没时间的话，下次再见。等了1夜没有回复，第2天早上发现我被他给删了，然后我崩溃了，发了无数条申请。哀求他，想到有可能是他对象发现了，我还发了一条替他解释，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加回来。原来我拿他当白月光，他只想看我脱内衣。后面的这些天，我吃饭睡觉都是他，临走前我夜里还梦到他，我又哭了，一直在自责。哎呦，你还自责上了？你这不想明白了吗？这有什么？这自责啥呢？我一直在自责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他去出差的。出差吃牛脆脆又能怎么样？蛋总教我要敢爱敢恨，你别出去说我教的，谁教你了？敢爱敢恨不是这，你听话就只听自己想听的部分吗？谁教我？什么时候教你敢爱敢恨了？人家这结了婚9年来，他已经再婚有娃了，我什么时候教你跟这个再婚有娃的敢爱敢恨了？别瞎说，你这学东西怎么学一半呢？净捡了个自己想学的学，教我要敢爱敢恨，没教过。还往我身上赖上了，我的天！谁教的你？没教啊！你单身你敢爱敢恨，人家再婚有娃你还给我敢爱敢恨？哎，我真服了！我之所以放不下他，是因为他恰恰出现在最美好的时光里。那时我年轻有理想的状态里，当时的回忆都是镶着金边的。后来漂泊在外，再也没有当时安稳又优越的感觉。如今很多东西已经物是人非，他成了我与当年时光唯一的连接。失去了他，我就是和那段回忆彻底失联了，我一时间还没做好准备放弃他，怎么办？很难过，根本走不出来。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会儿又不听我的了，我教你让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咋不听了呢？这会儿还怎么办？很难过，经典结局是吧？怎么办？很难过，走不出来。这会儿不听了，教你敢爱敢恨，你听一半听进去了，你给我走出来！有什么走不出来的？人家都出来了，人不给你删了吗？啊？这哥们还能更狠吗？就直接给你删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别这个脑子想那个。就算就吃牛脆脆又能怎么样？你吃点牛脆脆吧，对你买点这个自己吃点，不能怎么样啊！别跟他想了。你这个 ID 在美吃到牛脆脆 ID 这什么 ID 呀？这是你看这个 ID 特别长，这个人在美吃到牛脆脆版本，啥意思？刘子朋友，就是我都嘱咐你们那么多次，牛脆脆没有必要等这个海运什么的还往海外弄，没有必要，就什么美食都经不起这样的期待，你还是在外头买个牛脆脆，感恩吧，感恩，哇，还刷上礼物了，在美吃到牛脆脆版西瓜不甜了啊，这也是经常来的朋友，老朋友了，感恩，感谢牛脆脆停不下来，哇，你这个在外面能等了那么久还是觉得好吃，那我太欣慰了，那说明你们有缘分。刚刚这个走不出来的这个赶紧走出来啊！哎呦，真是挺敢爱敢恨。不是你这么多年没谈过恋爱吗？就非得可着他一个人啊？蛋总你好，我在5年前有过一段2年的婚姻，无性婚姻，最后也就导致离婚了。男方就是很不接受吃牛脆脆。现在呢，我也30出头了，上班努力搞钱。2个月前遇到了喜欢的男生，收入
是我的1/3，长得呢不错，年龄相仿，本来已经开始恋爱了，但是当男孩得知我离过婚，即使是这样的原因，他也不愿意接受。我本人长得还行啊，算是很漂亮的呀，但我还是被人挑剔了。现在我也很 emo，我很难过，对自己未来是否能有一个真心喜欢的人陪伴一生都感到怀疑。想看看你怎么看我的现状。这男的不行啊，这不是我每次都说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人，最后没在一起，这不是你的幸运吗？你怎么还有什么好 emo 的？这不一个纯纯有眼无珠吗？恭喜你是吧？跟这个人分手了，赶紧找下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啊，你找到一个喜欢的不就行了吗？不在乎的人多的是，想啥呢？想什么呀？蛋，哇，这种开场不妙。我真的很希望被念叨，今年31岁，结婚5年了，一直都想离婚，但是不想打破平静的生活，主要是因为我老公情绪不稳定。同样的事儿我做，他就一直骂我，很难听；他做，我就不能说他。要不是他情绪不稳定，又要开始输出。每隔几个月都要这样的事儿，我的情绪真的是非常稳定的那种。有矛盾的时候被他整的真的很烦。请问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困境吗？之前谈过也不管用，我真的特别想心平气和的离婚。我过2天还要看霍兰的专场，真的很不想影响心情。祝蛋总大卖。你霍兰专场看完了，把婚离了就行了。你这日子让你过的，都纯稀里糊涂吗？结婚5年了，一直都想离婚，不离，等霍兰呢？等啥呢？霍兰这个专场不办还不离吗？赶紧离吧，这日子过，这那稀里糊涂的啊！这日子你过的，这过个什么劲呢？没想到吧？不用给我送那个，我自己自有妙计。蛋总你好，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。这半年我有件事儿真是过不去了。我跟我前男友是校园恋爱，恋爱长跑，异地 buff 点满。今年见过家长，4月份被分手了。在我追问下说个理由，是因为我着急结婚，由于经济压力说了一句不够尊重他父母的话，我也道歉了，他也说能过去。在我满心满意打算结婚的时候，他跟我分手了，1000多公里的距离。我去找了他很多次，最后一次他生日，我在小区楼下等了10个小时也没有见面。回来以后我病倒了，我抑郁了，家里人担心我，联系了他。他说我很好，是他的问题，不会见面，跟我再无瓜葛。10月份我情绪崩溃，得知他在我抑郁的时候有个女朋友，由于我的纠缠呢，他们也分手了，现在跟我闹得很难堪，也不会跟我和好。他说我可以报复他，我要不要？我要的不是报复。我知道他过得也不好，我还是很心疼。可是我过得也一塌糊涂，我也恨不起他来，我想不通，曾经那么好的2个人，为什么会说分开就分开？在我的认知里，以为见过家长是不会分手。他说我活不下去了，他也是，让我报复的话就尽快，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舍不得过去5年的感情，我的付出难道会被一句话都磨灭掉吗？那么久的感情一旦分手，再无瓜葛，我是不是真的很糟糕？是不是没有拥有幸福的能力，不值得被喜欢呢？姐妹儿，你这封信的开头，我觉得你夸我，我没好意思念。我再念一遍你这个夸我的啊，蛋总你好，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，在我无数个孤独的夜晚给我带来了安慰与快乐。你就是你看我的时候是就是不开声音还是怎么的呢？只看画面，就是这个无数个夜晚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他们没说你是吗？就一句不往心里听啊！您看我在这不开声，我惊了呀！这无数个夜晚你都看的啥呀？看奖品，看了无数个孤独的夜晚，看过奖品，讲虾脆脆，讲牛脆脆，不是啊？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。分了就分了呐，你回不到过去了呀，结束了就结束了呀。啊，生日在小区楼下都10个小时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妈，还要干嘛呀？啊，现在校园恋爱吗？不是，姐妹儿，咱谈点这个社会恋爱行不行？前男友校园恋爱长跑加异地buff点满，你是一次社会恋爱还没谈呢，你谈的社会恋爱也很有趣，好吗？分了呗。爱情，我的天，这么爱吗？不就个破爱情吗？工作找着了吗？收入怎么样啊？经济状况如何呀？啊，惊了啊！你想想这个人生中更烦恼的事儿，爱情还哎呦我的天，这小区楼下等10个小时啊！人生没有更烦恼的事了吗？我不信啊，肯定有啊。啊，想想自己的工作，想想自己的前途怎么样？想想人生的意义，想想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价值。没事思考这些问题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想一想，多想想。想他干啥呀？想他那叫难受吗？想他不难受。晚上一个人睡不着，对着墙就看着墙，然后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问一问我对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价值？真正的难受是吧？我对别人到底有什么价值？我能不能帮到别人？想想这些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一天。这个爱情吧，好玩归好玩，年轻的时候嘛，好玩，但这个世界是很精彩的，有意思的事情不要太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
一个爱情整不会了，整没电了，爱情那书看看，那漫画都很开心啊。这个爱情有那么是吧？有就是没有就没有。这么精彩的人生能干点啥不行？你看刚这个姐们别抑郁了，把这里是中国买上一套祖国大好河山先看看学习学习，然后自己去祖国大好河山转一圈去。什么爱不爱情啊？你这不就一个校园恋爱吗？你还走不出来？你肯定给我走出来啊！世界非常精彩，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多。经典问题，曾经那么好的两个人，为什么会说分开就分开呢？对吧？当初是你要分开，那分开就分开。那这有什么？这你们都不听歌吗？早就告诉你了吗？就分开就分开，那怎么了呢？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这很难理解吗？不都不听歌吗？这不就从小不就告诉你了吗？人家就分开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中加异国恋，2年分手，初恋且是99.9%被无缝了。我和前男友是实习认识的，21年夏天大学刚毕业在一起。认识他之前，我已经计划很久出国留学，但是当时真的太喜欢了，抱着及时行乐的想法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当时觉得有可能谈不了多久就会分手，哎，感情还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相爱，不想分开。然后我们就商量好异国3年吧，然后出国前我们就一起旅行，还见过家长。22年夏天开始异国之后，我觉得他对我没有以前那么好，那么认真了。在国内的时候总是问我想要什么东西，给我买礼物。刚出国不久，我过生日，他就祝我生日快乐，没有任何表示，我很在意。几个月之后我提出了分手，因为我觉得异国下来根本坚持不下来。分手之后呢，我还是想他，虽然他付出比之前少，但是感情还是很浓。后来一直有联系。23年夏天我回国的时候，我们就复合了。那时感觉真的互相喜欢。假期过完回加拿大之后，在我找工作的时候很崩溃，他也一直陪伴我，我很感动。24年我实习在这边找工作，感情又淡了。他说我们不合适，没有共同话题，不同频。他察觉有这些问题，又不尝试着维护我们的关系。我说我们一起看看什么剧吧，看看什么综艺吧，他总是拒绝，他也不去了解我喜欢的。他就催我回国，我没听。以前觉得他在跟我闹别扭，因为我要在这边工作1年，赚些不高兴的，赚些钱不高兴，没安全感，感情越来越淡。我一直认为是他对我在这边工作1年不安逸，没有想过外部原因。我太迟钝了。分手后1个月，我很痛苦，身边家人朋友都说他90%是有别人了。除了最开始提分手的时候我挽留过，之后我再也没有给他发过消息。在我发现他其实早就把我微信删除之后，我不敢置信，我终于死心了。他就是有别人了。我想过我们可能会分手，但没想过这种情况。分手快2个月了，现在还会想起他，但不会感觉心痛和难受。挺好的呀。他对我的感情也不用心维护。我说回国去北京，他都不愿意陪我去，一点都不能离开家。他给我的伤害是真的，我不会原谅他。但是蛋总，恋爱中遇到和自己更合适的人，你觉得应该放弃现任，去追求更合适的那个吗？请问这个问题跟前面这个文章有什么关系？恋爱中遇到自己更合适的人，你觉得应该放弃现任去追求更合适的那个吗？啥意思啊？你觉得他跟你是他遇到更合适的，所以跟你分的手？啥意思？想理解他？不会吧？干嘛啊？不是国外这个不是说找工作什么很难很崩溃吗？好好工作呀！这一天我得再缓缓了。这帮朋友们，咱们就是说咱们就是对不对？没事，找事儿干不行，干点啥不行？刚入职新公司不到1个月，感觉同事们和领导能力不行，怎么办？我是降智融入呢，还是突破重围？你赶紧走吧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。你这个词儿用的待不住了，太吓人了。降智融入，说是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吗？有没有可能？哎，算了，我再看看。我描述一下新部门的背景：公司刚成立，也没多久，但是比较大，一部分较资深的人都来自于另一家 B 公司的毕业员工啊，也就是年龄到了35岁以上的。部分高层领导都是，这就导致了我们做什么都要抄 B 公司的。但是2家公司的体量完全不一样。从几方面阐述一下这个能力问题：一、领导不知道如何分配工作，大量的工作堆积在某一位员工身上，主要是这位员工的能力还不行；二、做事情没有前期规划和节奏；三、时而固执说不出理由来；四、从不从用户角度出发。同事不太行的理由是真的就是能力不行，做个 UI 照抄也不会，做出来的东西都很次。做业务的人瞎卷，一个简单的东西做3个版本，工作量很大，实际做的东西冗余复杂没逻辑，你咋融入啊？你接着找工作呗。你是怎么被招进去的呢？有时候也要想想的。所以说，不要给自己弄得人不自信了，所以就赶紧走了，不然你时间待长了，你人就懵了。哎，我是这么进来的。单位前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是她老公单位的。这2天聊着感觉挺不错，但是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回消息。他问我看的什么电影，感觉最近没什么好看的电影。我跟他说我最近看好东西，觉得不错。我还准备跟他分享哪些比较戳到我的点。他跟我说，
前几天去看了，感觉一般般，有笑点但不多。他说这句话我就有点不爽了，因为我感觉他根本也没打算给我情绪价值，他可能也觉得说错话，又找补了一大段什么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搞歌，全程没笑，说不知道笑点在哪儿，弄得他很尴尬。这种一长串没用的废话，我顿时就对他嘎嘎减分。不过打算再观望观望。但是我有一个纠结的问题，如果后来我俩没谈，到时候前辈问我为什么，我该怎么和我的前辈说才不显得尴尬，又觉得彼此体面？品味不合，因为这个前辈对我挺好的，从我进单位就是他一直带我，现在还在一起共事，这有啥好尴尬的？品味不合，这有啥？没啥。哎，我就觉得哎哪儿都挺好，您给我介绍这个人也都挺好，我觉得您真是关心我，给我介绍哪都挺好，我这大哥这都挺好，电影看不到一起去，这么句话不能说吗？这完事儿了吗？木有很难吧？啊，清酒还有100单啊！牛脆片好吃啊，美味极了，一直是我们小卖部的销冠，大片原切、风干、烤干是吧？啊，哥们说话也是挺愣的，但没准过两天你就突然发现又喜欢上了，不是啥大事儿。但30岁了，独生女，母胎单身，父母催婚，父母真的很着急，经常给我安排相亲，但是他们介绍的我真是不行了，都不行，都不喜欢。虽然我个子不高吧，但我真的很希望能遇到一个高大帅气多金的男孩子，可能是自己年纪大了，也可能是家庭这个接触不到优秀的男生。对于渴望爱情，但是对于这个一般的男的我就是看不上。我抗拒相亲的就是我从小，第一我从小一个人长大，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的生活。第二有一个我认识了很多年原来暗恋我的男孩，但是多年前他表现对我的喜欢我很抗拒，还是因为第一个原因，我习惯独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男孩子一直默默的陪伴我，但是我们见面次数也不多，就是网上聊天。现在大家工作都很稳定，但距离很远。我知道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未来，但是我感觉我可能被他的这种默默陪伴给感动了。那他高大吗？帅气吗？我现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喜欢他。之前跟他聊天也跟他抱怨过我现在的相亲处境。其实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有所表示，但他啥也没说。不过他也分享了他遇到同样的相亲困境，是不是说明他也想向我表示他依旧单身啊？我可能是小说看多了，一直渴望纯爱，高大帅气多金，纯爱不可能4要素啊！这4件事情加在一起，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，这是也有吧，小概率吧，跟被雷劈差不多啊。高大帅气多金纯爱，这跟被雷劈是差不多的，这4个东西往一块放啊。好看点小说啊，这基本上你咱也不能说那么绝对，没有也有是吧？但是就被雷劈了一下，大概就这种感觉。高大帅气多金纯爱，我现在状态是想确定他的心意，但是不敢。虽然嘴上一直说我也可以一个人，但我清楚的明白我是一个恋爱脑。我现在应该是陷入了单恋，或许如果现在能遇到一个更好的男生，我还会结束这样的状态。丹总，能不能帮我呀？我要疯掉了。你首先呢，你从今年开始啊，我给你几件事儿，你给我做到啊。第一，不许再看那些小说了，不管多喜欢，不许再看了。好吗？平时就是有这个阅读习惯的话，你可以是吧？买点你看点漫画都行啊。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漫画看一看，好不好啊？没事找本菜谱翻一翻，那小说别看了。这看看《穷查理宝典》看一看，经济学看一看，不要再看那些小说了。然后你还有一个任务，你跟你这个默默陪伴的暗恋你的男孩子，你聊一下呀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暗恋我吗？太吓人了，赶紧跟那个男孩子聊起来吧。然后这个高大帅气多金的这个事儿。高大帅气多金纯爱这个事，社会新闻可以多看看，没事多看看社会新闻，可能对你有帮助，好吧？没事多挣点钱。你可以写小说，对吧？如果你是看了很多年这种小说，完了自己现在工作什么也挺稳定，如果时间多的话，就不要用来看了，你就写自己创作，赚点钱，是吧？这小说也是这影响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这纯爱，你这不写肯定手拿把枪呀，赚点钱，最后能把它变成钱也行吧。也不枉你纯爱一回，好吧？但我今天的主题是阶段性的友情。我今年30多了，有一个认识10几年的朋友闺蜜，我们从高中到现在都是好朋友。去年我和在一起多年的伴侣我离婚了，之后我和闺蜜偶尔一起吃饭聊天，期间我表达过2次想让她把我前夫删了的想法，她都没有正面回应，说反正也不联系，删了挺幼稚。我也尊重她的选择吧，就没有再提。前段时间她和她老公有事儿想找我前夫帮忙，属于那种不是非要找他才能办的事儿，删了，啥个像话！我刚说完，看的是社会新闻，不是咋想的呀？你们
我表达过2次，想让他杀了我前夫的想法，这个感觉是个挺不错的电影设定啊，小说设定，感觉挺有意思的啊。这虚构的故事挺好玩的，跟一个多年10几年的闺蜜，然后跟前夫离婚了。这电影开头就2个人坐在那儿，特别正常，喝咖啡就特别正常的一个地方，人来人往的。这台词全篇第1句台词，你能不能把前夫杀了？肯定我想看下去。哎呦，太逗了！哎，前段时间她和她老公有事想找我前夫帮忙，属于那种不是非要找我前夫才能办的忙，其实随便做做功课自己也能干。我其实不太理解为啥非要找我前夫，但我也行吧，人家有自由，我也没说啥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他几次3番微信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语气还是那种很轻松随意，说哎呀去聊聊天嘛，又不是仇人什么的。说他们想请我前夫吃饭，我很无语。第一，我离婚1年，我把我前夫全部拉黑了，没有联系过1次，他也知道呀。他本人也从未跟前夫联系过，有事儿要办了去找他，还要多次强迫我去和他们一起。第二，作为跟我更熟的朋友，他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没有问过1次我对前夫的态度啊。微信上的语气在我看来像在看笑话，不是作为朋友想让我们和好的态度。哎，这东西还挺复杂。现在针没扎在自己身上，永远不知道疼。本来这对我来说就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他还觉得让我拉黑别去，行为幼稚。对，我让他拉黑，他说就幼稚。第三，我说了3次不去，他坚持要我去，我提出个要求，我说你要去就去，但是别提到我的任何现状，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你就说我消失了。他说那他不会觉得我有病吗？我听到之后，我觉得他都在意前夫哥对他的想法，也不在意我的想法。我说了100次不去，他听不懂吗？完全不尊重我的想法，彻底把我激怒了。但我也忍住没把他拉黑，我就坚持说你别提我。我觉得这就是纯背刺朋友，纯不尊重别人想法。作为我的闺蜜去跟我的前夫打得火热，我一整个大无语，我失眠了。但是她应该也感觉到我的态度，见面后也没再来找过我。我感觉以我们的性格也不会主动跟对方发消息，可能这10几年的友情也在这次风波中断了。我也看清了，虽然了解他的性格大大咧咧，但我也不接受他毫无底线看我笑话，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是他们 play 中的一环吗？我做的对吗？你做的很对，你做的很对，做的很好。弹幕真没法看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就是现在有一个人，他从来没有看过李诞小卖部的直播，就现在有一个新朋友突然进来，看到这样的弹幕，他会怎么想我们？就是一个新来的人看到现在这样的弹幕，他会觉得我们小卖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太可怕了，朋友们，多吓人呐！圈粉了，说是我就是新来的，太圈粉了。点个关注吧，新来的朋友们。哎，我这小卖部，挺吓人，小卖部真挺吓人。这我要一走一过路过，我接着看，我能吓坏了。点关注，感谢，太有意思了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哎呀，小卖部今晚杀疯了，真杀疯，真的杀疯，太有意思了。我刚看了一篇心理文章，说把秘密说出来会让人快乐。我要试一下哦。好的，这小红书这小礼物，这都挺可爱。故事很平常，就是出轨偷情，不平常，不平常啊。对方是我老公的同事。哎，朋友们，我如果头上放着一个这个实体版本的，你再送一个我看看是啥样的，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感谢的，哎，行，谢谢，知道了，感恩。就是出轨偷情，对方是我老公的同事，各方面有一些交集。不是对方。意思你出轨，跟你老公同事出轨了，是这意思吗，姐妹儿？是吗？还是他呀？到底是谁啊？我先念完吧。对方是老公同事，各方面有些交集，有不少共有来往7、8年了。但这并非我不能与人言的秘密，真正的秘密是他还有很多的女朋友。这在事情的开始时我就清楚，我们从年轻时就在一个圈子里，彼此都了解。他带着不同的女人出现在各种场合，并不介意他老婆知情，更不介意被人非议。我不反感他们自己的婚姻有什么相处模式，如果双方都能接受，那跟我也没有关系。不过他是更贪婪的，他会尝试勾搭所有的女人，就像有些人对财富的索取，他是不分好坏，这是他的人生。努力工作之外呢，他就是这样啊。当然呢，他也没有放过我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接受他的邀约。早年都是打趣婉拒，我在与男人的关系上习惯于绝对的控制。从没交过让我感到不安的男朋友，从未有过吃醋、恨、嫉妒。自认理智豁达，把自己安排得很好。但是当青春将逝，我很想再谈一次恋爱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已是半百之人，这也是秘密的核心。在这个年纪搞这种事儿，有这种小女孩的心思，实在羞耻。听上去不可思议，谈恋爱怎么会选这样的浪子呢？因为中年人普遍都没啥激情了。
而我对弟弟也没感觉，正因为他是色中狂魔，情欲过剩，还能让我感到他身上的荷尔蒙气息。那段时间中年危机已经造成了我轻微忧郁，我经常独自离家，找地方哭泣来缓解痛苦。在一个哭泣的下午，我在湖边经过认真的思考，给他发个消息，他果然回应了，就这么开始了，没了，姐，色中狂魔让你给遇上了姐。哎呀，大家好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你是说出秘密会让人很快乐是吧？你现在快乐吗？你这秘密我都给你念了一遍，你感受到快乐吗，姐？年过半百，就50嘛，还好吧？就年过半百，听着特吓人，但其实也就50嘛，还好。关键你这个姐这是语言特别平静，但是读的让人特别那什么。说故事很平常，就是出轨，对方是我老公的同事，来往也7、8年了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接受他的邀约，早年只是打趣婉拒。姐说我都习惯了控制，但是青春将逝，必须再谈一次恋爱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已是半百之人，这也是秘密的核心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色中正因为他是色中狂魔，情欲过剩，能让我感受到他身上荷尔蒙的气息。这写的还挺好，你别说，就这种用词也不常见啊，这挺来劲，看着啊。在一个哭泣的下午，我在湖边经过认真的考虑，给他发个消息，他果然回应，就这么开始。不知道，感觉人家这个好像但看一看我吧，一个高龄单亲妈妈向你求一点智慧。我2年前离婚了，娃生下来以后，婚姻真的是，我发现前夫哥呢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小孩儿。这哥们儿干出来的事儿，包括不限于在我出差的时候在家轰趴，第2天醉酒不管娃。我远程看到1岁半的娃自己站在床上，没有人管，吓到半死。大冬天在家喝多了，把我和娃关在了门外。我产后抑郁，他也不理解。等我觉得我有钱，又有老公，又有娃，为什么不开心？幸好我经济独立吧，就坚决离婚了。现在自己工作带娃，虽然离开带给我负能量的人好像是个爽文的开端，但其实也很焦虑。一来是对于个人生活迷茫，现在工作忙，带娃也忙，我也比较哀，常常会有种难道我这辈子就不能找一个人陪伴吗？By the way，前夫哥迅速找到了女朋友，毕竟夜深人静还是会感到孤独。2来不知道工作的意义在哪里。本人从事金融，但不咋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很想转行做一些能帮助别人的事情。但你也说过，人生的意义就是帮助别人。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，但是发现要正经做的话，需要全职重新读书，我要自己养娃，离职是比较困难的。娃真的是吞金兽啊！不知道睿智的蛋有没有什么良言开解我一下？可能归根结底，我还是纠结于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吧。而一人一开始纠结这个就没办法停止了。你只是不喜欢金融这个工作嘛，但是你也在帮助别人啊，金融不也是帮助别人？生意行为都是帮助别人。你做生意不给别人创造价值，你怎么做生意啊？对心理学感兴趣，发现要正经做的话，需要全职重新读书。不行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你现在有3件事：第一，本职工作；第2呢，孩子，然后自己想再读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得把它合并起来。你把这个带孩子和你的对心理学的感兴趣，你给它合成一件事啊。你研究少儿心理、幼儿心理，然后呢也很有意思的，然后就研究怎么带孩子能让他从小心理健康，就研究这一件事吧，就边带孩子边研究这个，最后干明白了，这就是你的工作，看你能不能干明白。干明白这个很有前途啊，别单独再学了，就干这一件事，把它变成一件事，你时间精力永远不会浪费掉嘛。你这最后你没干这个，但你把孩子养好了，不也很好吗？但是这就用自己的孩子养着养着，发现我太厉害了，我这孩子养的，我现在要去养所有人的孩子，也可以的嘛，很有前途啊。什么就是做这种幼儿心理学、成长心理学或者青少年心理学什么的，就是做这件事，我觉得是很有前途的。因为现在的青少年小朋友这个心理问题太严重了，然后呢，大家也都很在乎自己的孩子嘛，但是能掌握正确方法的人很少，能知道正确方法的父母非常少。你要能弄好了，那大把人排着队找你，你也能帮助别人，也能赚到钱啊！你就干这个吧，干这个就行。他本身是干金融的，然后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你就做这个呀，你能把孩子养好，然后你还能把这好多小朋友的这事儿给他解决了，你这人生太有意义。该说不说啊，从事金融工作，完了现在还能很忙，还可以啊，挺厉害啊。学啊，想学这个东西，现在想自学任何知识，你在网上就可以学。你先学，你先看一下自己感不感兴趣，能不能操作，然后你再慢慢的开始接触机构啊，慢慢接触一些这种组织啊，是吧？再去什么考一些试资格证啊什么。你先自学嘛，你先感受一下。现在其实学习成本是不高的，学任何东西，
入门都比较简单。当然，精通永远很难。你就想入个门，这都不用花钱，感觉上网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听一听，看一看，操作起来。精通是很难，然后能拿这个挣钱，那真是吧，非常难。你就是说纯说学知识，现在学知识真的挺容易的，对不对？感谢大家关注。我和我对象在考虑结婚，感情很好，有一个事儿无法忍受，就是他应酬比较多，很多应酬在我看来并非工作上的刚需，而是和朋友们所谓在探索潜在的业务机会啊，就是坐在一起吹牛，在我看来是没什么意义的，对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帮助，更多可能是兄弟们交流感情吧。你说对了，我猜他可能是享受跟兄弟们称兄道弟，在饭桌上侃侃而谈的感觉。确实呢，我喜欢他也是觉得他情商很高，很有意思，但我无法接受他总是很晚回家。我们吵了很多次，也约定了晚上12点前回家，他经常违约，让我更加崩溃。有朋友说我可以自己睡觉，不用等他，但我睡不着。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不大正常，太吹毛求疵了。可能这和很多原则性问题比起来不算什么大事儿，这生活习惯不一样，这是很大的事儿啊。其他女生对自己老公半夜不回家喝酒很晚没有意见吗？肯定有啊，是我应该改变自己的想法吗？这个婚还能结吗？我很迷茫，求蛋总指点。改不了的，这个习惯改不了的，你慎重吧，你要么就能接受，你要真接受不了，你就慎重。这个习惯很难改，但是有的人确实也不在乎，就是有人这能协调好，人家不在乎，有的你在乎是吧？那就你得想想，但也没啥说，这也不是说什么对错，但是他就这习惯，他很难改的，你放心啊，我就是一个酒鬼，你相信我，很难改。看看有没有别的啊，这个别的分类看看还有没有。蛋，我终于来了。我为了寻找你的帮助，我下载了小红书，我被你魔性的笑声感染，听着的时候都会自己跟着笑。你的笑声很独特，为你点赞。我没有各位姐妹们的爱情、亲情这一类的感情泥沼问题，我的是我的学业问题。书上说人不是被困在这里，就是被困在那里，很有道理。什么书？少看。我是一名在读科研狗，但是科研能力一般，情商也一般。哎，目前延期中，这期间各种问题，有种无可奈何的死感，从抑郁到踌躇满志，再到心如死灰，反反复复。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和自己和解。白天干与被干，晚上缝缝补补，收拾旧的心情。我也学会了喝点小酒，去健身房锻炼，分散注意力。不是说研究生的尽头就是酒蒙子和健身达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也会看些网上的心灵鸡汤，我也看了病系碎笔、生死疲劳、原则等等，就是想治愈一下。目前已经腻了，不想看任何心灵鸡汤、治愈文学，也不想锻炼喝酒了，没啥意思。我感觉我要塌了啊！前面笑嘻嘻的，怎么突然塌了？但我每次都会想到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台词：生活一直很痛苦，我实在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度过这个时间段，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脱离这个环境，我太累了。虽然清醒的知道我还要熬，但是我已经跪服了，太难熬了。但亲爱的蛋，我们这种科研狗该如何调整状态，坚持下去呢？佛学入门可以听听。这也是我跟大家说，这个考研这个事儿一定要慎重，是吧？别老觉得是想就躲的心态考研，你看多痛苦啊！真的喜欢，你看他真的喜欢，应该不会这么痛苦。咋办呢？就挺一挺呗，那就这样呗，挺一挺也就过去了，只能硬挺了，有何胜利可言？挺住意味着一切，只能硬挺了，没辙。没辙，实在不行，自己真的受不了，心灵崩溃的太严重，这个学呢也不是说非得念完啊，你自己感受一下，如果真的不行了，崩溃了，真的崩溃了的话，也不是说非得念完，还是自己健康比较重要，没必要，挺吧，挺一挺，能挺我一挺，实在挺不动了，说那挺不住了，那就算了，放弃，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。又要说我的偶像段永平的名言了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。但是尽量不要让这种事情在生命里发生太多回。李诞，我微醺了，小卖部现在是我的产业了，谢谢你。这是微醺，太熏了啊，大熏了啊！想起了我一个朋友，你这不是微醺啊，你大熏了，小卖部是你的产业了，喝的啥呀？可别喝了啊！但这封信我改了好久，我觉得没能完整表达出我的问题。我今年33岁，研究生毕业以后和同门师兄结婚，婚后工作。他继续读博，原以为青梅竹马的感情会带来美好的婚姻，他婚后也过得一地鸡毛，哎，一步步我也失去了自我。原以为生活就会这样过下去，可他博士刚刚毕业，一工作就被我发现他出轨了，所以我选择离婚了，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。当然这只是背景，不是重点。我想说我现在的生活，离婚这1年啊，我感觉我慢慢找回了自己，工作、读书、旅行、看展、看各种演出、体验大自然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不再强求美好的爱情和婚姻，婚姻我也进去过了，发现里边啥也没有。我现在只想随遇而安，不断的去拓宽生命的边界，去体验、去感受。但我有时候也会
陷入巨大的虚无之中。快乐之后，我也会觉得无聊。现在整个人状态是有趣又无趣，乐观又悲观，自我肯定又自我怀疑。我甚至在想，这是不是就是生活的常态？仔细想了一下我的问题，我不在意外界的认同，我的痛苦根源自不能和自己和解，对自己感到不满意，工作焦虑、身材焦虑、年龄焦虑等等等等，总觉得自己名校毕业应该过得更好，总迫使自己再努力一点，会不会就不这么焦虑？但是不是我的自我觉醒还没那么彻底？我怎么活得这么拧巴？我怎么才能让自己满意？但我甚至看了很多哲学和心理学的书，去寻找问题的答案，可我依旧没有答案，觉得苦恼。帮帮我！生活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生活呀，生活就是这样的呀，生活就是这样的。你这不都慢慢的找回自己了吗？工作、读书、旅行、逛展、看演出、体验大自然，感觉挺好。有时候陷入巨大的虚无之中，快乐之后觉得无聊，那整个人状态就是有趣又无趣，完了又焦虑，觉得名校要毕业应该过得更好。跟谁比呢？关键是别跟别人比，跟自己比，比一比你自己前2年的状态，是不是已经过得更好了？你别跟别人比了，你跟别人比没完，那永远有过得更好的。你跟你比嘛，你过得更好了。有时候过得更好，也不是说什么，你看你身材焦虑、工作焦虑，也不是说工作赚的更多啦，什么身材更什么是吧？他有时候就是你心情更好了，就是更好的，没啥用，还是不够忙。我觉得你这，但我甚至看了很多哲学和心理学的书去寻找答案，你这为什么要用甚至呢？接着看呗，看书不是很好吗？接着看不就行了？没什么答案，就是过程，就是寻找的过程就好玩就行了，没有答案，有什么答案？我才发现，哎呦，我才发现，这太好玩了，朋友。当你在半夜1点16分的时候，发现你手边的卡皮巴拉它的尾巴会转的时候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有那么复杂吗？有那么复杂吗？你在半夜1点16分的时候，居然发现手边的本来就已经可爱的不行的这个卡皮啪它的屁股，它的尾巴会转，这不就是生命的意义吗？活着不就是很美好的事情吗？有哪有焦虑的？你看他还一脸无辜，你一脸无辜，自己屁股比尾巴都转成这样了，你表情还这样呢，太可爱了。我看看我同事有什么嘱咐没有。李毅说老头乐，我在这转这个，李毅给我发了一个说老头乐，这谁看谁不乐呀？这不光老头乐吧？这谁看都得乐吧？那可爱了，生命的意义，朋友们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不要再问我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了，生命的意义就是你手边有一个卡皮巴拉，它的尾巴会转，这就是你活着的意义，好吗？这不就是生命的意义吗？你不活着，你能看到这么可爱的事情吗？好不好？好好生活啊！像这样的小事每天都会发生的，注意观察，注意体会。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好吧，晚安了，朋友们，再见了。我要去饮用一些液体了，然后这2天会跟天真把那个播客录了。好好活着吧，朋友们啊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。好好活着，感恩，再见。